一派在手，走遍天下，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，我是派妹。正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订阅派学院频道，你的鼓励是对派妹最大的支持。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啊，这样我们视频更新的时候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。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日，管理再次确认，美西时间3月2日正式开始基础速率降速，我们的基础速率瞬间会降低3/4，也就是说3月2日你点亮完小闪电之后，你的基础速率就会从 0.1 一下变成 0.0254。高速正式结束，也是高速的正式开始。在3月14号执行新的挖掘机制后，没有推广单独挖掘的，减产就会很明显。对于贡献比较大的先锋会有算力加成奖励，节点算力加成，布道人数算力加成，积极参与易获的会有返点奖励派，币值通缩会导致挖矿速度逐步下降。使用派应用也会给奖励，奖励币会在3年后。Pi Network 目前已打通30多条智能合约，如果能打通更多的地区银行货币兑换业务，就是加密行业中的 SWIFT， 建立一条健全的 SWIFT， 不仅需要的是时间及海量的高度共识用户，更重要的是满足各个国家的监管政策，也就是接下来的 KYC。 大家现在能拥有数字黄金 Pi 币是最幸运的，也是最有远见的首批吃螃蟹的先锋。先锋们最想知道什么？当然是派主网的时间节点，派 KYC 的时间节点。那么派妹在这里说一下管理员透露的时间节点。管理员提醒你注意几个时间节点：美西时间3月2日挖矿速率调整，3月14日挖矿奖励机制生效，6月28日可能会主网开放。3月2号会降速，但大面积 KYC 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从去年开始至现在，所有参与 KYC 测试的派友没有一个通过审核，都还在等待。这最少说明一点，项目方对于 KYC 的审核还在试错阶段，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处理好，但应该也没多远了。大规模 KYC 会随着映射一同到来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态和开放式主网，这需要时间，最起码1-2个月。在聊天室，派友问管理员，请问管理，锁仓3年100%锁仓3年，以后每天新挖产生的派，可以用于只有易货吗？还是继续被锁？管理用6个字精炼的回答派友，可以自由使用。可以自由使用。虽然只有6个字，马上解开了派友一直以来的纠结。这个回答很重要，因为派友们这段时间一直想知道，锁仓之后的派币是按照锁定比例被自动锁仓，还是可以自由使用？派妹是这样理解管理员的回答：新产生的派币可以自由使用，就是按照自己的选择，可以继续锁仓，也可以选择去易货、去出售。下面派妹要说今天的重点问题，那就是督促每个派友马上检查自己的名字是否隐藏了。如何查看你的名字是否隐藏？我们现在做一下演示。现在我们打开自己的派应用程序，点击左上角的3横，在点开的页面向下拉到最下面，我们看到个人资料，点击打开个人资料项目，找到隐藏真实姓名。这时我们看到在隐藏真实姓名栏目的右侧有个开关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关键重点。项目方要求我们不要隐藏真实姓名，所以派友们检查一下你的这一项，如果右侧这里呈现橙黄色，就是隐藏了姓名。记住，橙黄色是错误的。如何更正错误？下面的动作很简单，你只要轻轻地向左侧一拨，这个按钮显示白色状态，就是关闭了隐藏名字。不要去隐藏真实姓名。项目方为什么要求你不能隐藏姓名？因为隐藏了真实姓名，显示的就是你的用户名，用户名完全不是你的真实姓名，用户名只是你的邀请码，不是你的母语名字，也和你 KYC 将要提供的证件名字不能匹配。不能匹配，就意味着不能证明你就是你。一旦你隐藏了你的真实姓名，
KYC 认证的时候核对姓名就会出错，就会造成核对姓名不匹配，不能顺利的通过 KYC， 因为这里需要显示你的真实姓名。在这同时，派友们也检查一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你将要提供 KYC 的证件是否一致，和你使用的证件的名字是相同的。所以再一次提醒派友，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按钮，如果你的显示橙黄色状态就是错误的，马上立刻调整到白色按钮状态就是正确了。设置结束后，你可以到你团队成员那里前验证一下，看看他们的应用程序中是否显示了你的真实姓名，而不是你的用户名。千万记住，千万不要去隐藏，越是隐藏，你有可能因为隐藏真实姓名，因此不能通过 KYC。